2020年的1月25号，马来西亚第一宗新冠确诊病例从新加坡入境，马来西亚就正式沦陷。2年多的时光里面呢，我们共度了封城、医疗体系崩溃的种种难忘经验，直到了2022年的5月1号才正式大解封。我们可能呢都没有想到说，哇，就这样子眼睛眨一眨，3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耶。那么在国际之间呢，其实对于疫情防控采取最强硬态度的就非中国莫属了。11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就连续爆发了白纸运动，抗议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之后，那中国政府呢就在2022年的12月26号宣布，2023年1月8号起大解封，14亿人口可以自由出入。OK， 面对这么震撼的消息呢，全球每一个国家基本上呢是喜忧参半的，因为一方面呢是看到了旅游经济复苏的曙光，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担心中国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就这样子。就这样解封，很突然。现在各国呢可能就会担心这样子呢会导致病毒呢迅速蔓延，让好不容易才控制下来的疫情反弹。那么会不会这样子，过去2年的防疫努力就付诸流水了呢？一边是经济，一边是公共卫生，究竟该怎么选择呢？中国解封，全世界各国的心情呢，基本上是既期待又怕被伤害。那期待的是呢，中国旅客的消费能力是能够刺激经济复苏的，尤其是在过去3年备受打击的旅游业。马来西亚入境协会主席乌在迪就表示了，中国游客呢是我们马来西亚旅游经济的第3大贡献群体。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待了290万名的中国游客，是有史以来呢最多的一年。那乌在迪呢就预测啦，在中国的国门大开了之后呢，会有大约100万的中国游客来到马来西亚旅游。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基本上大家也是忧心忡忡的哦，因为呢很担心呢中国游客入境之后会不会导致新一波的感染潮，到底该怎么办好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过去3年的经验，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一个好卖毛、點算好驚啊的那个防疫新兵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呢，去知道说盲目的风控的效果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禁止中国游客大军入境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避免疫情卷土重来。那首相安华呢，也在1月4号的内阁会议后呢，召开了记者会，宣布是以国人的生命健康为首要考量，所以他要边境把关，筛检高风险群体。想要预防病毒在我们马来西亚境内传播呢，做好边境把关呢是最重要也是最前线的政策。那自从中国宣布解封以来呢，世界各国就陆陆续续宣布了应对的入境措施。那当中呢，我们看到呢是摩洛哥最严格，因为他们是全面禁止中国旅客入境的。法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美国、西班牙、日本、韩国还有印度等国家呢，则陆陆续续的宣布，来自中国的旅客呢，必须要在入境之前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提供48小时之内的阴性证明，并且呢，会对入境的旅客呢采取抽样的核酸检测。那意大利呢，则是强制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呢，必须要筛检。早前就有媒体呢曾经报道过，有一台呢从中国抵达米兰的航班上面呢，就有过半数的乘客检测结果是出现阳性的，那足以见得呢边境把关对于防疫的重要性哦。那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呢就表示啦，可以理解各国落实相关措施的决定，还敦促北京呢应该要透明公开中国境内的新冠疫情的数据，这样子才能够让世界呢能够进行有关的评估，去避免风险。不过呢，中国对于各国的反应是 a bit sensitive。中国方面就表示了，这些国家呢是试图在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是集体的政治表演，又想要将疫情甩锅给中国，然后呢要去孤立中国。那一边呢就讲说，哦，你们呢要求人权，要求自由，可是呢现在中国开放之后呢又在搞针对，就觉得呢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还警告，如果这些国家呢一意孤行的话，中国也会采取反制措施，火药味十足。OK， 不过呢，也是有一些国家呢已经表明不会对中国的旅客呢采取任何的入境措施的。那像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话呢，安华就是表示我国会收紧入境措施，不是针对中国哦，而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入境者，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
其实卫生部呢，早在12月30号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想要针对中国游客入境的策略性措施，当中就包括了抽取来自中国班机的污水样本，强化社区环境和实验室对新冠疫情的检测，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去化验确诊者所感染的病毒序列，就能够及早的发现有没有新的变种病毒株输入我国。2、为高风险群的群体接种疫苗。3、提升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准备工作和反应速度。4、持续进行宣导，让民众了解新冠病毒的风险以及接种疫苗的重要性。那究竟要怎样才可以达到刚刚提到的这4点呢？卫生部就没有明确的说明了。再加上呢，首相安华已经表明要一视同仁嘛，对不对？所以呢，针对中国入境的旅客，详细的措施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变数。不过我想呢，听到这里呢，可能有很多呢即将要在农历新年回到马来西亚团圆的游子们，就可能会开始感到担心了，到底会不会回乡的时候入境受到影响呢？制定完整的标准作业程序。过去3年的防疫经验呢，让我们知道防疫最重要的就是采取及时且有效的措施。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卫生部其中一项就是要提升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准备工作和反应速度。我们应该要针对可以预见的高风险情况，制定一套完整的 SOP。好，比如说，如果我国采取的边境防疫措施是落地筛检的话，那么万一游客是在边境筛检的结果呈现阳性，那应该要如何安排隔离呢？要怎么安排游客呢从关卡移动到隔离地点？那如果这个游客呢是从入境之后的旅游途中出现了症状，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反应呢？又要向什么单位通报？未来能够如何获取医疗服务等等？完整且明确的标准作业程序呢，将能够有效的帮助各单位采取及时的反应，以避免病毒进一步扩散。加强群体免疫。首相安华呢就表示，在我国迈入后疫情时代之后呢，我们国人对于接种疫苗加强针就有一点点不太有兴趣。我们之前还有大批的疫苗是因为过期呢而被逼销毁的，所以安华呢就鼓励国人应该要积极的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这样子不单只呢能够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那为此呢，卫生部早前也宣布，从1月9号开始，政府医院和诊所呢也会优先为3大群体，也就是高风险群体、慢性疾病患者和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接种加强针。相关人士呢是可以根据医院和诊所的运作时间 walk in 就可以接种加强针了。那其实呢，我们马来西亚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为国人提供免费的疫苗来保障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国人呢应该也可以更积极主动的接种疫苗防疫，不单只可以给自己一个保护罩，还可以避免疫苗过期销毁，浪费我们有血有汗的纳税钱。设定追踪病毒轨迹的方式，及时公布正确的资讯。那大家都一定记得了，那一个我们曾经不管到哪里都要 scan 的 MySejahtera 的日子吧。那在我们马来西亚迈入后疫情时代之后呢，这个 app 呢就已经停用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问题就来了，我们要如何去追踪病毒的轨迹呢？这是非常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哦。那除此之外呢，卫生部等相关的单位还肩负着及时向民众公布准确资讯的责任。好，比如说，可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民众公布确诊者的移动路线，让过去几天可能和确诊者在同一地点、可能有接触的人有所警惕，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那如果有症状的话呢，就应该要自行筛检。其实呢，我们的 MySejahtera 手机应用程序呢，之前就已经有相关的功能，只要开启蓝牙，系统就能够自动帮你侦测到是否曾经近距离的接触确诊患者，然后向用户发出警报。大家应该也可以开启这项功能，就能够让自己呢得到相关的资讯，提高警惕啦。除此之外，政府第一时间公布正确的资讯，这不单只可以让人民采取正确的措施，还可以有效的遏制假新闻的传播，减轻大家的焦虑感。你知道啦，过去很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资讯不明确就会导致民众在确诊之后呢，恐慌、隐瞒，甚至延误黄金的治疗时期。所以呢，这样的问题可一不可再。防疫人人有责。那新冠病毒呢，已经出现了3年的时间了。在后疫情时代呢，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跟病毒共存。防疫呢是人人有责的，这不单只呢是仅仅依赖政府制定政策来规范和束缚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好比如说，虽然马来西亚已经不强制戴口罩，不会被罚款，但是大家呢其实都清楚，戴口罩呢是能够有效的降低病毒传播的几率的。勤洗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每个人呢都能够继续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这一些小措施，那么其实呢就能够达到很好的防疫效
效果了。OK， 目前看起来呢，除了公共交通、医院和诊所之外呢，政府暂时呢都没有意愿呢恢复在其他空间强制戴口罩的政策。卫生部长扎利哈呢在1月3号的时候就表示了，像是在飞机上面其实是有良好的通风系统，所以卫生部的立场是明确，不会强制乘客戴口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仰赖的就是国人的自律程度和公民意识了。简单的来说，如果你是担心染疫的话，那么坚守防疫准则就是最有效的方式啦。OK，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中国解封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你是很干净呢，还是很撒巴呢？你觉得政府应该如何在经济和公共卫生之间取得平衡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意见，还有你的防疫小撇步，让我们一起集思广益，一起对抗病毒，保障大家的健康。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的话呢，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呢，你可以到这一些平台follow我们。我是茵茵，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